欢迎回到壁画太多助眠故事。今晚我们要走进一段沉入档案室最深处的声音往事。1947年冬天，新疆乌鲁木齐一间没有门牌的广播办公室，一个从国民党军区司令部调来的电讯口军官，一段被刻意转译的城市广播稿。你可能没想过，说话这件事也能被管理，但在这座城市，就连一句今晚挺冷的，最后都得改成区域气象正常才能播出去。在你准备放松之前，先点个赞，点下订阅吧。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你来自哪个城市，此刻几点。现在请把灯调暗，一起进入今晚的故事。李少明是1947年11月调来的，此人27岁，出身四川资阳，毕业于黄埔军校特摄无线电科，因音频破译能力优异，被分配至中华民国新疆警备总司令部通信侦听科。年终接到命令，派驻乌鲁木齐广播放送小组，协助电台信号整编工程。在电报里，这是个临时任务，但本地广播人员都明白，他的到来意味着一件事：系统要插手说话这件事了。广播办公室设在邮政大楼背面，一座2层灰砖小楼，无门牌，仅在门侧贴一张纸条，语言播送临时科。这张纸条每逢下雪必翘边。楼上是播音台与简陋宿舍，楼下是审稿室、编辑间与母控室。李少明来的那天，乌鲁木齐刚下完一场初雪，外头风像刀子刮脸。他穿着电讯军服，肩上雪未拍净，手里抱着几卷编号纸轴和一套微型监听装置，没人欢迎他。门口那位负责安保的广播员老马只是看他一眼，把门推开，又坐下继续修线路。屋内人也并未停下手头工作。广播审稿员正用红笔在稿纸上圈改，不合规范，遣词过软，存在情绪痕迹。李少明不声不响地走入办公室，掏出调令与介绍信，一张字条被迅速钉在门口。软木板上，李少明，军区支援电讯口转接，协助系统重整，驻期暂定。冯叶平，那时任播音值班组长，是这栋小楼的半个灵魂。他私下盯着李少明上下打量，你不是来念话的，你是来听话的。李少明笑了笑，没否认。这栋楼的广播口号是传达声音，连接城市。可冯叶平知道，从今以后，这8个字里将多出一个词：可控。每天清晨7点，编辑组就开始整理口播稿件，天气、治安、交通、农粮、重要来电、摘要一应俱全。有次一位年轻播音员写下：昨夜风大，请市民出门时穿厚些，却被审查员改成风势有所变化，建议居民酌情防寒。所有描述性的语句都被改得像机关公函。李少明原本只坐在旁边不言声，后来他主动上前协助。你这句用风力等级调整，电台自动识别会顺些。他声音温和，动作利落，却让屋里一瞬安静。李少明的任务不只是审核，他还负责监听、校评与线路稳定。每晚11点之后是无声广播测试，他会戴上耳机，把母控台信号一帧帧分频录下，再分析波形是否有异常。起初这是纯技术活，但某晚他发现，在一次测试尾段的空频带中，有一串微弱信号，像是被人为嵌入的低频语音残响。重复播放3次后，他勉强辨认出一句话：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他不确定是谁留下的，可能是值班员无意触发，也可能是某人偷偷在系统漏洞中留下的私语。他开始默默做一件事，在笔记本上记录这些广播之外的声音，
像做一份只属于他的声音日记。他开始对广播员们的用词产生兴趣。一个深夜，冯叶平带着酒气递给他一份未通过的夜播稿，这是我自己写的，你听听值不值得被封。李少明接过，稿纸上写：若你正在听，请知道，有人在讲，有人想你，有人怕你太冷。他念完，低声说：好听，但系统不会过。冯叶平轻声说：所以我们才得把人话藏在格式里。李少明问：你是说用体制允许的方式说体制不让说的话？冯叶平没答，只说：播音就像写情书，你不能直说我爱你，但你可以说今天风很大，别感冒。李少明第一次感到困惑，他原本以为语言只要精准合规就行，可这一晚他开始想那句今晚挺冷的，若变成区域气象正常，人会听进去吗？会觉得被照顾吗？第二周他申请下班后单独值夜班，理由是线路维护。实际上他开始整理那本语言之外的广播记录，他记录播音员偷偷改过的句子，风声中夹带的女声，测试信号后某人念出的电话号码，以及一次在深夜频段中播出的一句诗。沉默也是说话的一种，只不过听的人少。宿舍楼上的日子越来越冷，暖气时常断，他靠着收音台入睡，耳边是夜间信号回响。某次夜里，他听到电流中断的声音后，一个年轻播音员低声说：我一直都在这里，像是对着什么人讲的，又像是在提醒自己。他曾试图查出是谁嵌入这些声音，翻审稿记录、机台登录，但什么都查不到，连母控室的磁带也每3天全量覆盖。他知道这些话若不记下来，就彻底消失。他在笔记本第1页写下：有些语言不是为了传播，是为了存活。那年冬天，乌鲁木齐最冷一夜，达-27度，广播系统因为天线冻裂中断7小时，当晚全程沉默。电台重启前5分钟，李少明打开备用监听装置，收音机发出第一句，不是系统设定语，而是一句语速极慢的男声：若你听见，请知道我不是系统。那天早晨，他第一次主动对冯叶平说：今晚测试能不能我来播？冯看着他良久，递给他一张写有16个字的纸：气温骤降，城市虽大，愿你不冷不孤单。友谊旅馆后栋的窗灯常年不灭，那是苏联驻乌鲁木齐领事馆借用的临时办公楼。从表面看，只是一幢被改建的欧式2层楼房，绿漆窗框，砖砌烟囱，北侧立着红星旗帜。楼下停着几辆雪地轮胎的伏尔加轿车，鲜少人知道这里曾在1946年至1949年间接待过47位非公开身份人员，其中不少名字如今仍在档案中模糊。1949年3月21日夜，乌鲁木齐气温骤降至-7度，旅馆后厅会议室内却温度适宜，长条桌上铺着蓝色泥毯，5盏白炽灯开至最亮。副官科列涅夫坐在右侧靠墙位置，他的军装上无肩章，灰绿军帽放在膝上，手中是一支未点燃的香烟。左手边坐着3人，一位来自哈密的维吾尔青年，2位分别用俄语与上海口音交谈的汉人。门关上那刻，空气像被剪断。没有开场白，科列涅夫从棕色公文袋中抽出一份地图，展开，按住4角，声音平稳。这是南疆经伊犁至中亚方向的情报通信路径调整图，已更新至本月。蓝色为可用路径，黄色为受监视区域，红线标注为已暴露坐标。他指向图上一处被红笔圈出的坐标，接着说：你们之前的信息点设在这里，
已不安全，必须移动。汉人中年男子轻轻点头，将随身包打开，拿出一本加密通讯册。我们有新频率组，计划从下周转移，需要新电台支援。设备已经送出，经塔城墓道绕行，预计3日内抵达。科列涅夫语气不急，他熟悉这些暗语，知道每句话背后代表的是一条命，一次调动，甚至一次政治姿态的转移。令名单问题已提交莫斯科，答复是不干涉，但可协助清理。青年维吾尔人自始至终不发一语，只偶尔低头做笔记。他是这场会面中最年轻者，却也是库车线上近1年最稳定的联络员。他记录的每一个词都将通过密码重新编码，从喀什转向边境，再发至比什凯克。会议进行至第2小时，气氛微变。中年汉人代表突然停下翻译，放下笔，抬眼：我们听说东突厥斯坦临时政府在伊宁又有新动静。科列涅夫不动声色，将未点燃的香烟折断，轻声说：那是另一个剧本，与你们无关。乌鲁木齐的脚本由我们共同写。寂静持续了几秒钟，随后会议重启。门外站岗的守卫不时望向钟表，凌晨1点，3人依次离开。科列涅夫未动，直到最后一个人消失在楼梯尽头，他才起身，重新折起地图，放回棕色袋中，然后缓缓走向2楼尽头那间暗房。房间内，一台开着的短波收发器正播放录音，波段固定在2750赫兹。录音内容是今天傍晚从北塔山方向捕捉到的一段中文对话，其中一句话让他反复回放。他们不知道地道那边并不通向外面。他按下暂停，打开抽屉，抽出一封未拆的密件。信封外封条印着 Bishkek， 来自吉尔吉斯情报站。他没有立刻拆开，而是从口袋中取出另一张纸，是今晚会议上未公开的一份名单。名单上有8个名字，前6个是乌鲁木齐各机构的汉人干部，名字下标注有中立、可引导、观望、建议、观察等备注。第7个名字写着李少明，后注接触中。第8个名字是一串编号，没有注释。他将名单缓缓折好，放进密件中，一并封入保险柜。他没有写会议记录，今晚的交谈将不会被档案记载，但所有内容都将被送出，以另一种方式抵达下一个城市。与此同时，乌鲁木齐省政府警备司令部的档案室中，职业的记录员无意中发现一份外事访问登记册上的访客签名处有一笔已被划去的记录，记录时间为3天前，来访单位填写的是友谊旅馆杂物队，备注栏空白，但签字栏留下了不属于任何中国军政人员的俄语拼写。他将这页撕下，夹入自己的工作日记，悄悄带回宿舍。他不知那名字意味着什么，也不确定这算不算发现。他只是本能的想保存下来，因为他心里有种模糊直觉，这座城好像正在被另一本看不见的剧本操控。3日后，友谊旅馆后栋1楼临时关闭，理由是水管破裂，工作人员被短期调离，而会议室那张蓝色泥毯也被彻底撤换。克列涅夫离开乌鲁木齐前，最后一次在房间里独自待了半小时，没有吸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那段夜谈也就像许多发生在冷夜里的密会一样，被时间和温度吞噬，只留下几个错位的名字，一条不再出现的红线，以及一扇始终未锁的后门。而那扇门之后会走出什么样的消息，什么样的人，甚至什么样的命运，谁也不问，只等风来。他的名字几乎已经从登记册中被抹去，谢苗、
巴甫连科，乌鲁木齐电讯历史上的一段阴影。没人知道他什么时候进入新疆，只知他来自西伯利亚，曾在海参崴担任短波技术员，随后消失3年，又突然在1939年的迪化出现，任职于邮电局无线电事务所，专责修复报务设备。那时人们管他叫谢师傅，因为他修任何机器都不用图纸，靠耳朵听波段，再凭手感校准频率。他的俄语有重口音，夹杂些中亚音调。他不爱说话，只在夜班出现。传说中有一次新疆广播站凌晨遭遇干扰，值班员都束手无策，巴甫连科进机房，只转了一个旋钮，噪声便从耳机里抽离干净，整个房间安静得像真空。他没解释，只咕哝一句：不是干扰，是他们在找你。1945年，他被调往哈密，据说是支援新设的边防电讯中继站。半年后与外界失联，官方答复是技术员遭遇意外雪崩。这条信息很快被淹没在战后政治调整与苏联顾问撤离的浪潮中，没人再提起他，直到4年后他重新出现，不是在报纸上，不是在政府名册上，而是在一个模糊到几乎不存在的频率上。1949年3月25日凌晨，一段奇怪的电码出现在乌鲁木齐城西老机场附近的一座私人广播塔上，信号短促，发射时间仅17秒，却在省广电电台总控台留下全屏干扰痕迹。监听员第一次以为是苏联短波测试，准备直接过滤，直到注意到电波结尾部分重复了一串奇异节奏，2短1长，再3短1长，最后以4个间断脉冲结束。这并不符合任何已知军事通信用节拍。更奇特的是，音波频率极不稳定，在传统监听设备上呈现倾斜式跳频。有人形容那段波形像是一条正在坠落的金属线，随着气压断裂，经对照比对，一位老电报员脱口而出：这是巴甫连科的手法。没人敢确定，但当这句话从监听室传出后，技术处主管立刻召集加密组连夜检查所有未归档波段记录。一个隐藏在角落里的2级监听员调出5年前档案记录，找出一组 197.24 赫兹电波片段，与当晚信号对比后，得出惊人发现：编码结构、切换节奏、静音间距几乎完全一致。这段消息悄然传入高层耳中，当晚就引发3方反应。国民党乌鲁木齐警备司秘密拘捕了原邮电系统3位退休电报师，苏联领馆派出专人走访塔城及周边牧区，寻找回归者踪迹。而本地地下网络中，也有数名旧北方派成员突然离线，一夜失联。2天后，一名身穿旧军便服、脸颊带斜伤疤的俄裔男子在水磨沟旧车站被捕。他身份模糊，口音标准，在被审问时不发一语，仅请求一杯茶。茶上桌后，他从怀中掏出一个老式信号发射器，摁下开关，整栋审讯楼瞬间遭遇低频扰动，设备失灵，灯光跳闪。15分钟后恢复时，他已从房间消失，只留下一张用俄语写的纸条。纸条上写着：这段密码不是给你们的，他不是幽灵，也不是间谍，他是活人，是某种旧系统残留的活信息，一段不愿消失的频率残响。3天内，他的名字再次被提起，在旧党部、地下教会、俄罗斯人社区间疯传。有人说他带着密码本重启了当年断掉的东线中继链，也有人说他不过是国民党设的诱饵，想调出苏联卧底。但真正知道真相的，只有那些曾经在声音里生活过的人。而李少明也听说了这件事，他在技术处借调期间偶然调到那段录音，刚听第1秒，他便起身将门反锁，把耳机音量调到最大。
他听见那不是干扰，也不是噪音，而是一段真正的呼叫信号，就像有人在湖底敲钟，不为求救，而是在确认是否有人还记得那钟声。信号结尾，他听见一组低语：方向西，频率旧，名单未变，站点3。那一刻，他心中某处旧时震动。他曾在4年前调阅过一份被封档的旧文件，标题模糊，只记得那张纸最下方写着站点3，俄语字母翻译过来是石头教堂。而在乌鲁木齐西北方向，有一座早已废弃的东正教堂，如今被用作军管仓库，无人驻守。李少明清楚，石头教堂不该再有人提起。那是一座矗立在戈壁边缘的俄罗斯东正教建筑，修建于沙俄领事馆最活跃时期，用乌鲁木齐本地火山岩砌成，风格介于军事堡垒与神职仪式之间。教堂本身早在1917年之后便荒废，1920年代曾一度被白俄难民圈为避寒居所，之后作为红军入疆后第一批军械藏点短暂启用。但在1937年清查外敌计划期间，教堂内曾被发掘出一具编号为13的苏制发电机残骸和一张刻有电台频率的铜牌，随即整个区域被临时军事接管，用围栏封锁，不允许普通士兵接近。他记得自己在档案室调阅过这段资料，报表语气冷静，只强调无线通信元件异常完整，并下令所有相关物资就地销毁。他隐约记得那份报告的副本来自一位当年随军的工程兵，名字与谢苗8府连科极为接近。那份副本被列为2级保密，封存期限50年。李少明起身穿上旧呢大衣，将文件塞入左胸内袋，又重新检查右腕表链内侧是否藏好那张手写频率纸。他关灯出门，没有惊动邻人，也未留下任何字条。他知道这趟前往不仅是一次技术验证，也是一场旧时代记忆的对照。人们说钟声会在湖面反弹3次，但如果它是在石墙之间呢？如果它的共鸣不是空气传播，而是透过某种记忆结构呢？他不确定，但他相信今晚的风声里，也许能再听见一次那被压下的频段，那道属于但不为你准备的召唤。4月2日凌晨4点，新疆省政府民政事务厅的中央档案室走廊灯光骤然熄灭，那是一盏年久失修的煤油壁灯，每晚从10点亮至早上6点。负责照明的是一名来自南郊的年轻勤务员，名叫马大林。可那天夜里，他提前离岗，没人注意这个细节。直到6点半正式开锁时，档案室管理员打开房门，看见最里侧的铁柜敞开一角，一条文件封带被撕断，碎纸条散落在地毯边角。失窃的文件属于民族地区宗教活动特别观察档案，编号2-214乙，它本应仅供厅长级别审批查看，内容涉及1948年、1949年间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相关组织脉络追踪。档案内含12页影印照片、一张中亚北部传教组织路线图以及一封未公开抄件的俄文信函。资料原由驻喀什的外事科在3个月前提交。归档刚刚10日，厅长被叫醒时脸色惨白，他知道自己正在被盯着。前2日刚有从台北寄来的无线电文提到中亚事务可能引发边防更动，还暗示苏联方面对新疆境内自治力量重新组合密切关注。档案失窃不只是文件不见，更意味着某一方正式撕开安静维持的皮面。警备司成立专项小组调查此案。第一发现者马大林被隔离审问，供称凌晨3点离岗是因腹痛，且无其他证人能证实去向。他仅说自己去了宿舍取药，回来时灯已熄。
他未解释为何不通报，也未说明为何走后灯便熄灭。调查人员翻查整个档案室，未发现撬锁痕迹，也未见明显翻动迹象。唯一异常是铁柜上的封带丝口极为整齐，像是用专门裁纸刀划开，且断口对准封签盖印，说明操作者熟知封档程序。与此同时，电讯监测站爆出消息：4月1日夜23点48分，一条高度压缩的短波电报由乌鲁木齐南郊某私宅发送，方向指向伊宁西南方向，预计终点为塔什干中转台。电文长度不足8秒，但含一串未经登记的电码组，电文末尾为一串标准俄文，编号214贝塔档案。技术部门解码后发现，其中包含2个关键词：宗教路线图、北部草原传教站重建。这些信息迅速汇入省政府安全会议。众人意识到，这不是普通文件失窃，而是有人在对一条敏感线索提前通风报信。目标不是内部破坏，而是外部部署干预。2小时后，苏联领事馆派代表提出非正式会面请求，内容不详，仅称有材料愿私下交换。与此同时，李少明也接到任务，他并非案件调查员，却被要求查阅档案室夜间门禁记录。他打开出入卡册，一条小记引起注意。4月1日22点30分，一位名为宋文阳的军政处翻译员借口取会议资料进入过档案室，并签下简短出入字条。但奇怪的是，军政处当天并无内部会议，且该翻译员次日即请假未归。李少明调出宋文阳的档案，发现此人入职时留下的口音备注为东南口音，但其履历显示曾多年在喀什、和田之间调派，语言能力强于普通文员。他又查阅内部人事审批，发现此人调岗为军政处，是由一位已被秘密监控的副处长所签。整个调动过程未走正常会议程序。至此，一个假设逐渐浮现：有人故意安排宋文阳混入系统，不为长期潜伏，而是为等待一个节点，一个信息即将汇入中心，却尚未被关注的短窗口。李少明在办公室里复查 R214 乙档案的存档目录，他注意到该档案最底一页标注了一个代号林尼亚瓦斯豪达续线计划。这个词并不属于常规档案语言，却曾在4年前一份从苏联流出的地下刊物中被提及。刊物主题为宗教与民族自主联合模式推演，提到在中亚与新疆之间形成以宗教广播为核心的心理生产策略，它不寒而栗。这不再是军事防线的争夺，而是一场影响意识与归属感的缓慢蚕食。续线计划若成，将在民族之间制造持续裂缝，不通过子弹，而通过声音、仪式与归属感实现脱离。同时，红山脚下的小旅馆里，一位苏联记者身份的中年男子正在等待。他手中拿着一张地图，上面标注出过去半年乌鲁木齐周边奖金活动次数密度分布图。他不是神职人员，也不是真记者，他的任务是记录每一场讲道中的重复词汇、出现频率。他将这些数据传回，交由一支在彼时凯克的语言反馈学小组解析，意图预测哪一种口语最具感染力，最易产生地域集体联想。那夜他收到一封简讯，内容简单：贝塔已落，主词生效，等待新频率。这不是结局，只是更深的开始。李少明在窗边望着清晨露水，感觉自己像一只被关在文件柜里的虫，纸页翻动时偶尔看见光。他知道这个局面不会因一个人倒下而终止，反而每一份失踪文件，每一段电波反馈，都是这张巨大网络的回路激活。
而失踪的文件也许早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正在读它，并准备照着做。1949年4月5日夜，台北松山机场的风吹得树影几乎贴在地上。机场南侧第2指挥楼内，中央情报局台湾分支驻站员林宪忠正站在电报室一角，目光停在一张还未彻底干燥的特令电文上。纸张微微泛黄，墨痕沿字迹边缘略微晕开，是从新3处直接拍发的命令件，编号南转甲3979，抬头4个字格外显眼：新疆特调案。林宪忠不是第一次接这种密件，却是第一次见到电文正文如此直白。中央拟将边陲力量由明转暗，启动撤离阶段必线计划，重点转移宗教中介网络，部族调解人员及电台操控者，驻乌人员即刻自行去中心化。这不是命令口号，而是撤离方案的核心。这意味着台北决定放弃对新疆的组织集中控制，转而留下分散种子，以信息流、语言渗透与宗教节点继续保持影响，一种更灵活但也更不可控的布局方式。林宪忠知晓，这背后是对战局真实走向的无声承认。国民党在新疆已无稳固根基，台北只是希望未来某一刻还能借由旧案网重新捞起一线机会。这封电文的副本也同步发往乌鲁木齐某个深埋档案室的私人电台，由第3党支线西北保线组维持，每晚2点开启，仅开放收听不回电。那夜，李少明也收到抄录件，他坐在军政处3楼最角落的文件间，听着纸张，在指节间滑动，字句干冷。请评估下列目标是否可并行转入影子态。名单如下：1. 木南扎提牧区伊玛目纳塞尔； 2. 前喀什专员属下秘书郝启成； 3. 原甘肃通讯署调令未果技术员陆从容； 4. 乌市民教处机要文员，县名未知。他把纸放下，望向窗外，街道空空如也，风吹落一地柳絮。3年前，这些名字曾代表希望，如今只剩能否维持播种状态。这不是政治斗争，这是秋天里的种子撒落。他突然明白，台北不是要留人，而是留一句话：有朝一日，如果能说话的还记得这些名词，那就还有机会。而此时，在省教育厅后门，一位骑单车的年轻人悄悄把一个硬皮公文袋挂在了门栓上。他不是公务员，也不是电台员，他叫刘启明，曾在南京政训部培训3个月后，被调来新疆担任文艺协调员。他的真正身份是负责文宣口渗透的情报联络员，代号刘武。公文袋内是一批从台北转发来的统一文稿，用于策动学生舆论与部族知识阶层倾向。内容包括宗教自由在大中国、民族平等与自治以及文化多样性不可分割的3篇主文，每一篇都配有情感性极强的叙述风格，引用历史与亲历者，口吻编写。但最关键的是，这些文稿背后的技术结构，它们全部采用多声部文体写法，即同一段文本可被不同背景读者以不同方式理解。对穆斯林，他讲自治；对汉人，他讲统一；对知识分子，他讲多元包容。这是台北情报系统所称的变音信件，他们不是说服某一类人，而是刺激每一个人按照自己的倾向解读，从而维持模糊支持度。这批文稿很快通过教育厅印刷小组被秘密转译为各类笔记、名校讲义和必报文章，其中特别策划的一份文学角专刊在1周后出现在省报《新疆民生》的编栏，标题是4月与麦田，配图是一位回族老农站在黄土岗上望向远方，脚下土壤断裂成3块，每块上写一个字：家、信、
望。文章以小说题材叙述一位年轻穆斯林随军远征后在山中独自守庙的故事。全文未触及政治，却暗含一句话：声音不会随命令改变，它来自你想留下的地方。电台监听部门立刻截取分析稿件走向，提交省政府值班室。但出人意料的是，政务厅回应并非彻查，而是轻描淡写一句：按文艺处理，不涉宗教。这反应在李少明看来，并非疏忽，而是一种信号。某些高层已默认局面无可逆转，不如顺流为稳。他回想起特电中那句去中心化，仿佛整座城市也正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分散成各自为营的独立岛屿，每个小岛自设方向，却都未拖出风暴。几天后，一条来自哈密的特殊信号通过无线电链传入，内容简短：南线失联，影子组请就地休眠。台北在这一刻确认西线崩解，连语言网格都难以为继。而在松山机场的邻线中，也收到了这份同步报告。他用打火机将电文烧成灰，默默地把密码本收入抽屉底层。他知道，新疆战局这盘棋，台北已弃。弃不是放弃，而是下注，压住下次风起时，那些留下频率、名字、文稿与故事的人，会重新想起某种共鸣，而在那之前，只能沉默。李少明站在办公室窗口，看见远处一个骑车的少年，脚下压着风。他不确定是否认得那个身影，但他记得那骑车声就像电波里有个旧人，用不变的节奏叩门。他低声道：刘武，原来你还在转圈。清晨5点43分，城南土山子一带刚刚泛出青灰色，那是乌鲁木齐最外围的一片丘地，地势起伏，杂草丛生。军用地图上这一区域编号南 S3，标注为废弃工程厂，实际曾是修建未果的运输调度中心，如今被围篱半包，占地数亩，门锁锈蚀，却仍有一条车道通往内部。4月6日早上，一辆装载干粮袋的货车绕入此地，在一片伪装堆料中停下，车上下来3人，一位穿粗布围袍的老者，一位西装领带的中年汉人，还有一位面无表情、身形干瘦的俄裔青年。他们不是朋友，不是同僚，也不属于任何同一阵线。但今晨他们必须谈一件事，关于语言表态权。这是近来新疆政务层内流传的一个术语，指谁可以代表某一群体发声。它不属于法律范畴，却关乎舆论、宗教指引、基层动员等全部时效资源。官方尚未公开讨论此议题，但各方私下争抢早已如火如荼。3人进入临时改建的钢板屋，屋内简陋，除了一张铺有报纸的折叠桌，便是2把木椅和一张破旧军毯。气温尚低，老者披着棉袍坐定，汉人男子点燃一根手卷烟，俄裔青年则脱下外套，将一沓文件摊在桌上。这是最新草案。青年用一口北俄口音的汉语开口，我们称它声明协定草稿，内容包括信仰自由、地方用语教学与对外宗教交流3项。他递给汉人男子，这部分用词虚拟润色，语言要模糊些，不能让中央信号太清晰。中年汉人接过文件，粗略扫了一眼。你们真认为现在发这种声明不会激怒南城那边，尤其是部族议会那些人，最近已经对东边来的说客起了戒心。我们不是发，俄裔青年回答，我们只是准备好让别人发，由谁写由谁签是另一回事。老者始终沉默。他的名字叫艾合买提提利瓦提，是吐鲁番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宗教学者之一，曾受教于中亚哲和忍耶派分支。2战期间流亡至库尔勒，后定居乌鲁木齐。
被地方穆斯林群体尊为教内长者。他虽不摄政，但其意见常影响部族间的协调方式。此次他受邀前来，已非平常之举。汉人男子望向他，提利瓦提先生，您怎么看？老者沉默片刻，缓缓道：神不会参与谁该签名，但凡将信仰写入声明者，需承认另一种后果，那是可以被删改的文字。一句话落下，气氛稍缓。他没有反对，只是提醒这不再是口耳相传的世界，一旦入纸，便进入了人的控制之下。俄裔青年将文件收起，转而拿出一张地图。我们希望未来的教育口试点设在这里。他指着图上一块未标注区域，靠近南山语言学院边缘，那里可容小型集会，又远离政务厅管辖范围。汉人男子眉头微皱：你们不担心军方盯上那一带？本就是他们训练场侧翼。不会，青年回答，他们盯的不是我们，而是东南方向来的广播塔。他顿了顿，你们以为是国民党在发声？不，那是一个声音实验场。他们试图让维语与国语在调频中相互覆盖，看哪种更容易在耳内残留。老者一动未动，像在闭目听风。他忽地睁眼看向汉人：你方人太急。又转向俄裔青年：你方人太冷。这个城市不适合文字，也不适合实验，它是用脚听话的城市。汉人笑了笑：但我们没时间再等脚走到哪，现在走得最远的是信号。外头的风加大，屋顶铁皮微响。青年收起地图，将一张旧照片摊开，黑白泛黄。照片上是3个人，一个戴白帽的维族老者，一个年轻汉族学生，站在一排老式广播设备前。照片下方写着1943阿图什民生电台。你认识这个人？青年指着中间的学生。老者盯着看了几秒，声音低下去：他叫马义江，是我第一个学生。他最后一次来信说要去西线修建流动广播台，再没回来。他是我们此计划的原点。青年语气淡，却有分量。如果当年声音能从东边绕出山谷，也许今天我们不必三方坐在废屋谈话。这不是悲悯，而是回响。语言在这里早已不是传递，而是存在的证明。谁发出，谁就主张；谁失声，谁就被替换。老者站起身，将棉袍裹紧。我不签文件，也不参与广播，但我允许我的几个学生去那里听。若他们觉得值得，就由他们决定要不要说出。这是他能给出的最大让步。会谈结束前，3人无声起立，彼此点头。他们知道这不是协议，而是一种姿态的交换。在一个不确定的城市里，有时影子的方向比人的站位更重要。货车悄然离开土山子。几个小时后，那片废弃地再次沉入安静，仿佛从未有过任何谈话，任何脚印，只剩风吹翻一张被遗落的报纸，上面的一角写着一个小字：语言审问。乌鲁木齐军政厅4层会议室，窗帘始终紧闭。4月9日清晨，一场未经公示的内部会议正在进行，参与者仅7人，皆为自治区现役中高层与政务处特别顾问，无人发声，气压低得几乎凝滞。会议由政务厅副主任李昌荣主持，面前是一份封面打有非持续存档的报告，标题为《战略收束与资源再配置建议纲要》，版本7。这是近3个月内形成的第7份内部重案建议，标志着一个隐秘共识正在沉淀。该收手的要收，该保留的要藏，该让出去的要悄悄布好回音。报告第1页直指主题，对自治区内可能脱轨的言语机制进行亚声化处理。所谓亚声化，并非是封口，而是让特定语境失去声音所依附的中介，即去除声音产生的土壤，
使其自然沉默，而非被压制。这份报告所建议的第一条，便是对乌市现有的广播发稿路径进行重组，取消各县级电台的自由播音权限，仅保留省电台1号频段对外发声。任何涉及文化、信仰、边界、语言、历史的题材全部暂停发稿，必要时由统一文本项目提供可用素材。第二条指令更具操作性，名为语言残篇整理计划。这是一个听起来像语言学研究的工程，实则是一项清理工程。计划要求对各地学校、清真寺、文化馆中传播最频繁的词汇片段进行统一录音采样，整理出最常激活集体情绪的词，按颜色标签标记，红色为民族唤起型，蓝色为宗教归属型，黄色为历史情绪型，灰色为未知联想型。报告结尾一句话尤其清晰：去除言语结构中的情感脉冲，将使传播成为孤岛。这句线条冷硬，像是在剖解一具语言的遗体。会议沉默了17分钟，无人提出反对意见。一位来自南疆调防回来的军政科长低声询问：技术层面的同步谁来处理？不清理设备，情绪词还会被口耳存留。李昌荣抬头递出一份密封文件袋，科技局已与无线组协定，由西网一组测试可逆频段调制，通过调整微波传播密度，制造信号延迟，让词汇传导产生回音失衡，听得见却听不清。这不再是物理控制，而是一场关于让人自觉停止表达的战争，一种更深层次的禁言，不是堵住，而是让嘴自己停下，没有喊停，但情绪被掏空，话也变无力。会议接近尾声，李昌荣提起另一份名单，一个3页 A4 纸组成的人声路径分布表，罗列了全市及周边地区与敏感声源有关的教师、学生、神职人员、文艺编辑，共计142人。每人后方备注3个信息：语言类型、发声场域、负响风险级别。表中前10位为高热源人员，建议暂时消音。所谓消音，无关拘捕，只需调离发声场即可。换单位、换城市，让说话变得不必要。李少明的名字位列第10，他并不在场，却已成为声音重组工程中的一个标签。他的风险等级是蓝红交叉，代表其话语既能被信仰所引用，也可能触发民族归属结构。这种人最难管理，却也最常被利用。曾几何时，他因一篇关于广播史的讲座被推荐为青年骨干，如今则因语言掌握太多而列为需暂收口权。没有讨论，没有否决，所有人在纸上签下确认。窗外东南方向的广播塔已在技师协助下重新校频，主频率从145.2兆赫兹调整为128.7兆赫兹，并以话语清理为名对储存内容进行轮换清空。技师未明说内容去向，只简短写道：数据冷存，转入备案组。整个操作流程仅用3小时。城市的声音被重调过，他依旧在响，却不再像自己。李昌荣在会议结束前加了一句话：舆情不是敌人，但会带敌人走进门内。他没有解释这句话含义，它像是一道没有语法的命令，只需大家领会气味。晚上8点，省广电台新闻稿件调整至每日6条以内，不再播报民族事务，不再引用群众语言，不再描述地方发展故事。第1期新稿仅剩3类内容：中央电报摘要、农业气象预告、交通调度通报。城市的喉咙还在，但说话方式被替换。此时，李少明并不知道自己已被消音，他仍然在资料室复读老录音。耳机中传来一段来自喀什电台的口播片段：我们讲述的是你知道但不能说的事。
他忽然记起，这是5年前自己亲手编辑的文稿。他没料到，某种意义上，他成了他的罪证。而乌鲁木齐的夜风依旧会吹过广播塔顶端，只是风声穿过时，不再与信号同频，风仍在说话，但人未必再听见。乌鲁木齐东站广播维护组第3班的值班电讯员，他叫冯业平，4月10日凌晨未到岗。按规程，他应在0点30分准时启动调频力测，校准从西线传入的天气播报与路况简报。但那晚机房空无一人，记录本没有签名，值守耳机悬在桌边轻轻晃动。第2班的电讯员刘全福报备临时请假，也未详细说明换班流程。直到清晨5点，站台调度员在3号轨道旁发现一只落单手提包，内有一封未寄出的信，一盒未开封的录音带和一张折叠成6份的省文宣局公文副本。纸张边缘沾有油迹，像在列车下方停留太久。冯业平没被找回，也没出现在任何医院或警局登记名册上。他就像被轨道吞没的人，留下的只有这些被汗浸过的纸。那封信写给一位名叫张慧敏的女子，落款为平安，是冯的笔名。信中没有情话，只有一句重复了3次的句子：我不想成为一个没有声音的人。后面写道：他们不杀我，但他们在等我停声，我怕等到那天连你也听不到我说的了。这封信被紧急送至广播局安全组，再由保密联络员间接通报至政务厅信息小组。3小时后，广播局接到行政命令，暂停对冯业平一切人事追踪，定义为暂离编制，所有过往文件移交综合事务部审阅。广播局的消音流程其实很简单，从早班开始替换工号指派，再由档案组调取该人历史发稿记录，用红色蜡笔在纸质档案角落做一个回字标记，意思是回收语言权。那是一种象征性动笔，像一个粗暴却仪式化的剥夺。技术处随后接到通知，将该人员名下的录音样本压缩封存，锁入模糊声音组。这些录音不会删除，只是再无归属，再无语义。他们形容这类人，声音仍在，名字已失。李少明得知此事时，正准备调阅4月份电文处理速览汇总。他看到冯的名字划上一道细红线，后方标注需回避发声记录处理权限。这不是行政处分，而是语言权的冻结。他迅速调取3月广播台夜班语料记录，一条音频吸引了他注意。那是冯业平在3月26日晚10点48分录制的试播语段，作为即将播出的文教类内容预审用。他用了如下词句：今夜请记得，无论你身在谁的地图上，总有一段声音为你说出，在此刻你仍有人。这不是文案语言，更像是某种隐秘联络句。它被归类为潜台词情绪激发型文段，自动进入语义检视，审核建议为换稿加标记复查。李少明发现这类文段正逐渐从电台内部消失。他在素材回收库中调出34段被退稿播音样本，超过一半都使用了类似句式结构，第二人称、集体认同、模糊归属、情感复合。这些文字没有政治标签，却全部被打上哑音警示，说明语言系统本身已转入潜意识规训模式。他沿着轨道线查访冯最后的出发点，站前街有一家旧录音店，据说冯每月都会去配一盘备用磁带。店主老谢记得他，那个小伙每次来都自己带文本，他不信广播组分发的稿纸，说那些字太冷，不像真话。他说冯总是录一段民谣或回族童谣，然后附一段自写语，说给夜班值守的人听。他试着模仿了一句：路过风的时候，我藏了一口气。
只为下次你进门那刻能有熟悉的声音。李少明听完，沉默。他想起自己的讲座开场白，也用过类似句子，那种用声音构筑归属的方式正在被剪除。他从老谢处取回一盒未登记磁带，回办公室播放。前1分钟是乌鲁木齐方言版天气预报，随后是一段清唱的回族祷词，中间无缝接入一句：声音不是工具，是我来过的证明。接着一句轻声：如果我不见了，把这句话送给还在听的人。这不是求救，是遗嘱式的告别。他显然已知自己正在被哑声。他不喊，不叫，不诉说，而是留下一个可被回播的回响。这比抵抗更冷静，比沉默更响亮。广播局清理部门随后发出通告，要求收回所有自录广播样本存档，不得外流。语音资料调入低级复审库，永久关闭外调权限。冯的名牌被拆，工位调配为新人备用，墙上的出勤排表删除他的列，城市没有为他停顿1分钟。列车照常运行，调频照常进行，但李少明知道某个声音路径被掐断了。城市的电波像水渠，有人悄悄将一处入口封死，未来流经此处的水将不再有人知其源。几天后，广播台早班组偶然播放了一段老音频回放，疑似为冯叶萍早期录制的一条天气之外的留言。声音中断前一句是：声音如果不被记得，就像门后那封没寄出的信。这句话引发台内一小部分年轻播音员的私下共鸣，他们在咖啡间悄声讨论：你觉得我们还有多久能自由写稿？但没人敢答，没人再敢写第二人称。李少明记录下这些，他知道那声音不会再回来，但留下的不是声音本身，而是城市里的声音缺口。正是这些缺口，在某种意义上标记了城市中曾有人试图说人话的痕迹，而他自己也越来越清楚，某种沉默已经逼近。他也许还在讲话，但他讲的是不是系统认可的语言，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他越来越常梦见旧广播台，梦里那些机器仍在转，磁带轻轻支响，似乎在回放某个不愿终止的片段。西北白区是乌鲁木齐地图上最不引人注意的角落，毗邻水磨沟尾端的一片旧仓库群。此地设有一座广播第2分台，编号白负2，归属市级广播总局辖下文化教育副系统。它的作用早已变得模糊。最初设立是为解决山地信号延迟问题，后被编入文化宣传周边响应点。但自49年春季开始，该站仅保留夜间2小时区域人声轮播，即每日由值班播音员播放来自边区百姓自述的声音片段，乡镇学校朗诵、老年人回忆、牧民清唱、少年问答等，全为不经剪辑的原声。这套机制在制度眼中早属非核心。白区广播台即将关闭，关闭命令由文宣处下发，理由是设备老化与发射边际效能下降，实则配合语言清退工程的进一步落实。4月12日夜，台内值班员接到最后一次操作命令，次日将撤除设备，封档资料，停发波段。3人轮班组准许进行一次未归类语段的自由处理，作为机构注销前的语言处置权利。当晚8点，值班室格外安静。播音室中仍保留着几台老式线圈麦克风、一组卡带、播放座与一排未编号磁带。记录间灯光微黄，墙上挂着一幅手写标语：语言未死，只是走了另一条路。这句话曾被上级要求撤下，但始终没人动手，像一封未完成的抵抗书，挂在墙上自说自话。当班的是王科，一个进台8年的临时合约员。他年近40，从未升迁，也未转正。他喜欢这一晚的沉静，像每个字都能沉下去。
他走进档案柜，挑出一盒标签模糊的磁带，上面只写2个字：田间。磁带启动，响起断续的录音，声音略有失真，却仍听得清楚。那是一位老人坐在麦田边朗读自己写的信，内容零碎，却有一种令人不愿跳过的坚持。他在对儿子说：你走得再远，也要记得我们乡里的庙，柱子还站着，柱子不说话，但你走近它，就知道你回来过。接着是几声笑，或许是直路人没关麦克风的闲聊，但那笑并不干扰，反而像在说这些声音也活过。王珂沉默片刻，按下转播预备键，这意味着该录音将在晚10点的广播口播中插入播放，并成为白区台最后一页文档之一。他没有请求指令，只是选择了它。他又从储存柜里拿出一本早年语文教育专辑，在其中夹缝处找到另一段未整理稿件，一篇小学女学生的作文本，内容是我家的故事广播。开头写着：如果我的爸爸也是广播员，他就能每天用声音跟我说话，不会只在梦里说。他将文稿录入，自己为这段孩子写的话配音，语速略快，声音没有专业起伏，却比任何官播语言更贴近人。他读完后没有删掉试播，而是直接保留文件，名为《梦中通信》。技术员胡志海是内页另一个轮班值守，他年轻，才刚分配来此，未曾经历广播的黄金期。他问王珂：这些算数吗？没人听啊。王珂没回答，只轻轻说：这台还响着，他就算数。3人组中的最后一人是女编辑林映雪，她负责将广播文段登记为注销归档文录，一项冷僻却意义深远的工作。她在登记系统中打开分类备注栏，却破例写下了这样一句评注：这些不是节目，是夜晚里最后一句对话。4月12日晚10点整，白区台最后一次播音启动，前20分钟为规定内容，农业播报、风向、速度、县道通车时间，然后插入非规定语段，田间老人读信、小学女生作文、工人哼唱的一段短调，随后是一段无作者署名的片段。我们不是话语的主人，我们只是他们经过时短暂停留的房子。播音结束前1分钟，王珂打开自己桌面一个老文件夹，从中选出一段从未播放的片尾语。他曾10多次想用它收尾节目，每次都没敢。他轻声读出：这里是白区广播第2分台，我们从这里说过，希望也曾被你听见。若未来有人再度来此，请记得我们曾用声音盖过风。这段话成为整个分台的最后一句口播。第2天一早，拆除队抵达，设备被编号打包，线路切断，档案移送，3人被安排调往不同单位。王珂被临时调至市文物管理所，胡志海进了数字档案转录处，林映雪则入驻语言数据中心，负责标注批注句法变化，不再允许原创，也不可再引用民间来稿。城市并没有因为这次停播而改变什么，天依旧亮起，街上依旧人声嘈杂，但广播频段中从此缺少了一种说话方式，那种未经加工、来自边角、没有目的的声音。李少明得知分台关闭消息时，正查看冯叶平的空档日记，那是一本记录广播台人员轮值交接的内部笔记。他无意中读到一页，有个地方专播没有归类的句子，我想以后退休也去那儿，当个说话不必对谁负责的人。这句没有署名，但字迹像极了冯。他抬头望向窗外的风塔，风在吹，风在转，风穿过高塔，却再也带不出那些词。语言数据中心位于乌鲁木齐市区南侧一栋无窗混凝土楼房内，编号14号静语所，外人从未听说其存在，只有极少数被转岗或重定职责的广播文职人员才会被安排至此。
林映雪从白区广播台被调来后，分配到4层语义标注组，工作是用红笔圈出文档中超出语义限定的词组，再将其替换为合规表达或标记为可回收。每天他接收100余页文本，这些文字来自报纸、广播、旧校本、部族集会记录、宗教教育笔记，甚至还有孩童作文与老人回忆录，全部被扫描、拆句、打乱。他要做的是为每一个段落标出表达潜能风险系数，一个从 A 到 E 的5级评价体系。A 为强情绪高共鸣， E 为结构单调信息薄弱， A 段需重译， E 段可保存不动。没有任何作者署名，文字像是来自失去记忆的城市。林映雪每天用6小时处理这些文本。起初他机械操作、划线、编号、回写、推荐句式，但很快他注意到一个现象，有些文字重复出现，却用不同词组包裹着同一个情感指向。比如一组句子，妈妈说祷告前她喜欢擦净手臂，因为那样神能感受到她的整洁。我家在斋月前会洗净门框，爷爷说神路会从那里经过。我们家贴着一张纸，上写整洁是向神的第一问候。这3句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性别、年龄与文化背景，但他们用各自方式表达同一个意思：信仰与清洁之间的隐性连接。他将这些段落圈在一起，备注重复语义指向性、关联信仰、路径与生活习俗。系统立即跳出警示，此类组合易产生区域共鸣，应优先重译。推荐替换句为节日前常进行居所整理，为节日增添氛围。这一刻，他意识到自己在做的不是清理语言，而是重构意识框架。每一处替换都不是语病，而是逻辑接点的重新铺设。用冷静语言覆盖情感句式，用功能词替代经验描述。每一次重译都是一个人活过的方式被调整为可接受的叙述。他在一个灰色文件夹中发现一篇旧广播脚本副本，题为在声音里看见自己。这标题违反所有语言处理条例，却没被清除，说明他处于系统待审状态。他打开阅读，那是一段关于方言的述说。一位教师在文中写：我教他们普通话，但每当他们用方言跟我说吃饭了吗，我知道他们是在问我过得好吗。这句话被标为 A， 理由是模糊主语，情绪引导，潜含对主流语言政策的偏抗逻辑。他尝试为这段文字编写中性替换，但始终无法保留原意。他最终写下：语言形式的差异有助于沟通风格的多元发展，这是合规的。但空洞，他关掉处理界面，悄悄将原句抄写在自己口袋笔记本上。那是他开始反录的第一课。接下来几日，他每晚偷偷复制那些被标为高度情感触发的句子，摘录入一个未联网的打字机文件盒。他不改变句式，只重新编号，每一条都有唯一识别码。这些不是他编写的，而是他不愿让他们死掉的语句。有人曾说过这些话，有人曾听见，他称之为语语当。有一天，他收到一批特殊处理任务，一系列来自南疆集会的青年发言记录，发言者多为维语母语者，文字被译为普通话后再打散上传。他读到一段：我写诗不是为表态，而是让祖母知道我没丢掉他说的字，后被评为 A 级代际语义抗拒，建议重译为在文化教育中坚持语言传承。他按程序标注，却在旁边写下一句小字：若祖母永远听不见这话，他也不会再说。语言数据中心不允许情感评注。那晚他被系统标注负情，临时停工1小时。他以处理疲劳为由获准休息，
躲进楼顶通风房。那是一块半封闭天井，风很大，天很黑，但他觉得安静。在那儿，他把口袋本翻开，把那句祖母的话轻声念出。声音很小，却有风应和。他知道自己已处在一条被监听的边界线上，不是监听耳语，而是监听意图。只要他还用句子悼念句子，他就是偏离路径的那一个。某天中午，他收到一封匿名信，信封外观普通，却无寄件信息。内页只有一行字：你不是唯一在听。纸张下方贴有一枚小型录音芯片。他偷回家播放，内容是一段熟悉却无法定位的广播片头。这里是白区广播第2分台，我们开始说话。那是他自己读过的话，但这段录音并非来自那次播音，它来自另一时空，或另一个说话仍被记得的空间。那晚，他梦见自己回到白区台，录音室依旧亮着，桌上有本稿子，纸张像雪。他翻开第1页，上写：语言未死，只是换了躯壳。次日，他辞去语言标注工作，理由是语义疲劳综合反应。没人阻止他，也没人追问。这种工作从来不留名字。他离开14号禁语所，带走唯一的行李是那个打字机文件盒，内含语档共96条。没有证据，没有编号，只有那些句子依然活着，在他手上，在他记忆里，在某个未被格式化的房间角落。城市依旧运行，语言依旧被换言再用，但他知道那些未被听完的词，那些说了一半就断的句子，会像夜色中的水，找缝隙流出去。李少明整理的语音资料册没有编号，也从未提交过系统，他称之为沉默编年史。起初只是出于习惯，冯叶萍失踪后，他开始留意一切与声音消失相关的事件。他不记录结论，只收集残片，每条记录附一个标识：时间、地点、声音、类型、事件、简述。他发现这些记录呈现出某种分布规律，像在地图上点亮一串散落的坐标，每个点后都有一段未完成的句子，一位不再发生的人。他在笔记第32页写下：语言不是消失，它们只是被放进不再回响的墙里。这句话不是修辞，而是他逐渐感知到的一种结构。城市没有静默，只是说话的人在减少，声音在绕路。广播、课堂、巷口、闲谈，甚至是清真寺黄昏后的告诫语，都在一个接一个被抽空，再由温和却不带感情的新句式填补。他回头查阅广播资料室旧档，发现自1948年11月以来，累计有73名播音员或编辑被调岗，陈档或因用词倾向记录处分。其中34人曾提出对稿件删改意见，21人曾向上级建议恢复原语段，其余18人则未留下解释，只是逐渐沉默。他逐个查阅这些人的旧稿。稿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一类被称作语感段的结构，非信息主导，情感密度高，往往采用模糊指代词汇，如我们、你们、某天、那里等。这些语段的共同点在于它们激发的是被集体记忆触动的个体幻象。换句话说，它们像是在对每一个听众的内心说话，而不是对制度说话。正因如此，它们不可控，不能确认传播路径，无法追踪触发结果。李少明在一个文件夹中找到标准化语言清单第1稿，编制时间为1949年2月，内容为一系列替换指令。例如，远方一词宜替换为该地区，亲人替换为家庭成员，失语不可用应改为信息缺漏。这份清单说明，语言清洗从未真正停过，只是换了层次与方法。最早被替换的不是词，而是感受。词还在，
感觉被剥离。他又查到《声音整理技术备忘录》第5号文件，其中提到一项名为共频辨识计划，技术核心为在大规模语音资料中识别重复出现的情感调式，并打上潜在敏感标签。这是一种听觉数据的编目方式。每当系统发现某段语言因重复使用而产生过强共鸣，便会被记录、冻结，再教育处理。李少明意识到，他搜集的这些材料并非偶然碎片，而是这个城市语言生态逐步重译的副产品。他把这些内容分门别类，列出一个时间轴，从1947年首例广播员调离事件开始，到1949年春白区广播台关停，再到语言数据中心成立，最后是大量语音轮班员岗位的模糊化，形成一个几乎闭合的循环结构。说话的人逐渐被迫转述，记录的人逐渐被迫转译，听的人逐渐不再追问句子来源。这不是审查，是叙述权的再格式化。他称这种方式为共存型消音，允许你说，但不让你说的是你想说的内容；允许你表达，但内容必须从另一个模板里选择。他写下：制度无需沉默，你只需给你一把词典，那词典干净、整齐、无情。他开始定期夜访城市中的老广播塔、旧听力室、退役信号点。他在一次听力室拆除前，偷偷录下一段仅存的模拟电流声，录音中模糊地传出一句残音：风起时，我们将仍在发生。他不知道那是谁留下的，也许是冯叶萍，也许是林映雪，也许是另一个被系统遗漏但仍坚持发声的人。但他知道，这些声音如果不被记下，将再无痕迹。他将这句剪切成纸条，贴在《沉默编年史》封面内页。档案第一行是这样一段记录：1948年11月，广电一线编辑赵明烈拒绝替换家国为地区治理，调离。他随后补写：赵离职后写过一封信，信中说：我不是不服命令，我只是不愿语言成为过滤的水。我想说的时候，字是有颜色的。这封信未被公开，属于非发布文档，但李少明从某名职员口述中拼凑出原意。他的册子中每页都有类似的故事。有人被调离后转去教小学语文，在课堂上仍偷偷教学生人说人话4个字。有人改行做电工，却在调频线路中植入一段导词音频，让每小时0点半广播时段中出现3秒错频奇语。有人则什么都不做，只是把老稿纸留在抽屉里，上写：这一段原稿请你念一遍，哪怕只在心里。城市没有感觉这些人的存在，但他们仍以微小的方式扰动那片被安排好的语言流。他们如地下水，缓慢渗透，不能穿墙，却能让墙里长出潮痕。李少明意识到，沉默编年史并不是为了抗议，他不想站在谁的对立面，他只是想记得那些说话的人曾确实说过。他记得林映雪寄给他的最后一封信，附上一张薄纸，写着一行话：说话是人的权利，不是系统的容许。那字写得轻却不碎。他把这句话抄进册子最后一页，在其下空留3行，准备写下那晚自己梦见的句子。某天广播重启，句子恢复原样，说：欢迎回来。在乌鲁木齐北郊有一座编号3103的旧广播测试塔，建于抗战初年，曾为极区波段提供临时讯号补充。后因体系整并，塔被废弃多年，周围荒草蔓延，无人再记得其存在。李少明花了3天，借助一套旧城市设施目录与广播局故障勘察笔记，才确定它仍与一条被遗忘的备用线路相连。他带上了一本《沉默编年史》，一台改装的便携麦克风和一组老电瓶，深夜出发，独自前往。
夜色无边，塔的剪影像一枚沉默的符号插在风里。他绕过围栏，从铁锈脱落的后门进入控制间。墙上的仪表盘仍保留9枚物理转盘，断电指示灯闪着微红。他用电瓶为3号接口通电，小小一响，塔体发出极微震动，像从沉眠中被叫醒。他将麦克风插入广播口，旋钮拧到底。他知道，即使信号发出，也未必有人收听，但他必须做这件事，不是为了传播，而是为了送出。他要确认，若语言在没人听见的情况下被说出，它是否依然成立。他打开沉默编年史，第1页是赵明烈的剧改原稿。我不是不服命令，我只是不愿语言成为过滤的水。他低声读出，声音穿过麦克风，在空塔内回旋。他继续第2页，母亲的话从不大声，却总能盖过窗外的风。第3页，孩子说，写作文不想写理想，只想写门前的狗。他读得很慢，每句都像为一个不存在的听众说，他不是在讲，而是在点燃那些句子被抹去后残留的微光。20分钟后，他打开第2卷册页，播出退稿留言、广播员试稿、语文教师课堂留言。他从未觉得这些语言如此沉重，它们不再是信息，而是记忆的引线。他读到，有人曾说语言是制度的衣服，我不信。我觉得语言是体温，是你没穿衣时仍在发热的部分。声音落下，塔顶忽然传出细微回响，像是遥远频段被激活，一段模糊语音穿插其中，似乎在重复他刚读出的词。我们将仍在发生。他暂停调试频率，确认没有设备自带回放，那不是回音，是另一个来源。他调整收音机接收角度，微弱信号断断续续。他听见，在听你说话，不是你一个，语句不连贯，却清晰得令人颤栗。他不知道是系统漏网，还是另一个深夜播音员的回响，也许是一个隐秘频段，在他读出那句语言还活着时被共振唤醒。他继续读下去，这一次声音更平稳了。他开始放入未收语段，那些从林映雪手中获得的回忆片段。在我小时候，祖母用方言骂我，但我知道那是她唯一的安慰方式。他播放那段儿歌，说一声早安不是礼貌，是家里还亮着灯的证明。他说，如果系统要我闭嘴，我希望这句话最后说出口。我没学会沉默。整个广播过程持续2个小时，他的声音不再颤抖，而像一束光，不强烈但稳定。他知道这不是反抗，而是确认。他确认他记得那些句子，他确认有人可能也记得。夜里风从窗口吹入，纸页轻响，像回应，也像耳语。他想到林映雪说，说话是人的权利，不是系统的容许。此刻这句话就像一道回音，从空塔中返回。快结束时，他读出沉默编年史最后1页。若未来有人再度来此，请记得我们曾用声音盖过风。刚说完，一道电流轻轻炸裂。他惊讶地发现，信号突然增强，接收器在他未操控下激活一段回传片段。那声音沉稳低缓，一字一句重复他的话：盖过风，盖过风，盖过声音。不带感情，却带着一种超越系统规律的冷静，如同另一个李少明在遥远的空间对他说话。他瘫坐地上，广播设备噪声渐止。他合上本子，收起设备，在返回路上，他感到整座城市都变得轻了，像压在上面的那块语言的盖子松动了。他不知道那回声是人还是机器，
是幽灵还是存档，但他知道那是一道语言的证据，在城市最边缘仍回响着。3天后，他收到一封信，无寄件人，内附磁带，封皮写着听见你了。播放内容不是他录的原声，而是一名女性缓缓复述他的段落。你若仍在说话，那说明你还没消失。是林映雪的声音，她没有签名，但每个句子都清晰。她把磁带收进沉默编年史最后一格，写下编号未设，命名夜间回声。此后纳塔再无信号，城市恢复沉静。但他知道，有一夜，那些话被确确实实说出，确确实实有人听见，语言仍在。红本档案馆不在地图上，它藏在乌鲁木齐老政务区一片废弃绿地之下，原址为抗战时期电台备份站，后改为气象研究所，又再度封闭。城市发展绕开它，如同主动忘记这块地曾存在过。馆名由来于馆内，文献封皮统一为红色，再无他意。外观不显眼，只有一栋2层旧楼露出地面，门前立一块写有模拟气候文库的指示牌，字体早已褪色。李少明是在林映雪寄来的最后一份未署名资料中得知档案馆地下第2层保存有语言冻结原案，他冒用广播系统语音审查支援专案身份调阅权限，获得1小时静默访问机会。他知道那是一次性机会，也明白进入后将不能写出任何文件。于是他带上一套袖珍语音笔录器，绑在皮带内侧，准备将看到的一切抄回脑中。引导员不发一语，只扫描指纹后放行。他步入主通道，光线灰冷，墙面无装饰。馆内空气中飘着纸张陈旧味与消毒水混合后的钝气味。地下第2层并无隔间，是一整块开阔文献库，数以千计的红色皮壳档案按年代排列，标签极简，仅标注起案、核准、试行、撤销4类字样。他先抽出1946年冬季档案，记录的是乌鲁木齐广播管制局成立初期的会议速记稿，里面第1条议题便是处理口头转述中多义、感性、非功能化语言现象。会议中，一位发言人提出，语言应如铁轨，引导而非激发，此观点被记录员特别框限。另有人提出设立广播词典，在播音前，所有稿件必须使用词典内词语，若无匹配词语，则可暂缓播出。他翻至1947年春，档案名为《第17型语言响应系统实验案》。内容第1页记写：假设人群在不感知状态下逐步接受语言单一化，其结果将体现为表达路径收窄、情绪通道钝化、对抗欲望降低。接下几页是具体替换模板。我认为，根据数据显示，我希望当前目标，我们相信，待评估共识，你是否已知？李少明在档案旁边副页发现一张附表，名为语义统一指数测评图，图中一根红线横穿城市每个行政区，对应语境管控覆盖率。更深的页码中记录了一批广泛传播性句式，如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这样是否合理？这个地方以前叫别的名字，奶奶说那时候还没有电灯。它们被划入高共鸣类，应予冷处理。官方建议替换为制度在不断优化，城市名称变更按区划计划执行，现代化设施逐步改善生活质量。那一刻，他意识到自己曾在广播中听过这些句式，只是未曾注意他们背后被代替掉的那部分情感。他继续查阅，翻到1948年冬一份广播剧删改审核日志，一部名为《丰厚雪前的
深夜民间剧集因含有家庭内部非官方语言被全面下架。日志中写道，剧中老母称孙为小火炭，极具情感诱导，建议清除。另有录音存档，仅存7分钟。他用手背抚过磁带盒，仿佛能听见剧中老太太念：“你小时候睡觉都把手卷在我肚皮下，现在你长高了，我喊你，你都不回头。”他眼眶发酸，却继续翻到最后一页。一封手写信出现在他面前，署名人不明，时间标注为1949年3月15日。信中写道：“我们知道这些文档不该被保存，却也不忍删去。有人说要让城市更静默些，有人说要让广播更统一些。可我们这一代人总还记得，有人是靠听一句土话才知道自己还在家。”信的最后一句未写完，只写：“语言一旦被划线，它就不再是墨迹断裂，像是写到一半被打断，也像是作者迟疑后选择停笔。”李少明用眼睛扫描字句，不断默背。他知道自己无法带走任何纸张，却能带走那句残缺的话。他继续检索消极传播段落回收方案文档，发现上面标注一个公式：语句出现率乘引发联想深度除平均记忆粘着度等于情绪存活指数，凡指数高于 0.7 者需重写。程式用这套方式决定哪些话可以说，哪些话注定沉默。在档案馆出口，他从衣袖内拉出一页字写短句抄录单，趁守卫未注意，将其藏于墙角一处老式通风井里，旁边贴上用纸剪出的一个小标记：说话的地缝。这或许永远不会被发现，但他觉得必要，不是为了反抗，而是为了留下句子的遗迹。他知道语言如根，一旦无根，就成了漂泊的装饰。他要让那些话，即使不能被大声说出，也能在城市某个角落默默待着。几日后，他将其中部分句子输入故障公共电话亭自动语音回复系统，在键盘输入“请说一句话”后，电话便会播放那句：“你说的每一个字，我都知道它曾属于某人。”城市的夜晚在不知不觉中被句子缝了起来，像一张语言织布悄悄扑向耳朵深处。没有爆炸，也没有呐喊，只有那种你以为早忘记的句子，忽然从一台没人使用的设备里传出来，叫你愣神。白区广播台旧址埋在乌鲁木齐西北角一片半废弃绿化带之后，辅政大道早已断头，路牌斜斜挂着，路面因地下管道崩塌微微起伏，像走在一段语言断句后的空白。广播台外墙已被涂鸦覆盖，原本的字样残留几个笔画，勉强拼得出波与台。建筑3层，楼顶早被雷击烧毁，露出锈红的钢梁，像一根未断的天线，仍执拗地指向某个不再回应的方向。李少明带着一只便携磁带机、备用电池、一块绒布和林映雪送给他的纸本《沉默编年史》，在昏黄的晨光中走近。他走得缓慢，像每一步都要确认地面是否依旧认识脚步。他不确定这里是否还藏着那段录音，只知道自己必须亲自听见。他心跳异常有力，仿佛身体比他更早感知这一刻的重要性。台内墙皮脱落，地面散落着上世纪的通讯器件、音轨、磁头和一箱未用完的耳罩、棉圈。他扶墙而行，穿过废弃的新闻编辑间，一扇扇门像是时间分层开的隧道，通向各自的沉默。进入资料层的那一刻，他忽然闻到一股混合味，旧纸张、潮气、焚烧过的绝缘胶，是广播塔倒下前留下的呼吸。他在一间门半落的录音资料室里，发现一堆尘封的母带盒，表面堆积厚灰，其中一盒标签残存4位数字，417，就是冯叶萍最后使用的那卷。
他小心地用绒布擦拭磁带表面，将其安置入磁带机中，连接电源。磁带转动的刹那，他闭上眼睛，像为即将响起的声音准备一场仪式。开场是低沉的一声麦克风调整噪点，随后传来冯叶萍的声音：“这里是白区广播台，今晚我们不为政策播音，不为形式播音，只为还剩下能听见的你。”音色温和，却带着一种极深的疲惫。他仿佛已不是主持人，而是一位守夜人，在句子的边界点灯。接着他讲起一段往事。一位年迈的听众曾寄来录音，说自己在医院接受化疗时，听见叶播员读的一段“你并不孤单”，便仿佛有了继续的力量。那段句子其实从未入库，只是夜班播音员私自加了2行。录音继续，有些话只说一遍，听的人记得一辈子；有些话说了很多次，从没人听进去。冯叶萍念出几句曾被删除的句子。你有没有特别想一个人的时候，却被告知这不是有效表达？你想哭，却发现字典里没有适合你此刻情绪的词。你小时候用的是疼，现在被教成了情绪不稳定。随着播放深入，声音忽然被插入一段女性低语。这段话未获批，但我读了，哪怕只在机器里留下。那是林忆雪，她声音略带颤抖，却清晰。她说：“说话这件事，不该只看谁让你说，而该看你有没有话可说。”接着是一段静默，像是所有声音在为这句话让路。录音接近结尾时，冯叶萍说：“若你此刻听见，请记住，我们曾经说过，这城市也曾听过。”磁带转至尾部，磁头咔嗒一响，像是一次深呼吸之后的放手。李少明未动，他靠在旧录音墙边，身体几近透明。他想到，如果这个城市最后连听一段录音都要如此辗转，那真正被删掉的不是语言，而是人相信有人在听的信念。他缓缓起身，从背包中取出自制的中频广播发射模块，将录音内容连通旧设备，设定为次日晚23点57分自动起播，全程循环2小时，频率微微偏移，主流频道0.03赫兹，发射设备只能覆盖1公里。他知道听到的人屈指可数，但他相信，只要有人听到，就会有人知道。不是所有话都要说给系统听，有些话是为了人听，有些句子不是为了讲道理，只是为了让你不那么冷。他离开废墟时，街角出现一名拾荒者，正在翻动一台坏掉的收音机。李少明走近，那老者抬头笑问：“你也听过以前那种每晚9点耳边有个声音的广播吗？”他点头说：“我不只是听过，我就在里头。”当晚，城市旧区多个角落突然在午夜听到一段陌生声音。城市很大，我们很小，但语言可以不灭。随后响起那段被压抑已久的提示曲，简单、重复、温柔，像夜里母亲的摇篮哼唱。第二天，几位老人在公园闲聊时，忽然有一人说：“昨晚你听见了没有？”另一人摇头，追问：“听见什么？”老人笑而不答，只念了一句旧台词：“愿你今晚仍有耳边风，风刚好吹过。”城市正进入最冷的一周，乌鲁木齐西北风一夜未停，天光从云层后透出，映在冰封街道上。李少明坐在旧气象广播塔下，面前是他的自主发射机，一本写满句子的笔记本，3组备用电池，一盘编号417的磁带和那封写给未来听众的慰藉信。他在雪地里坐得笔直，外套早已结霜，胸口那点热还在。一下一下，他已调好频率，避开所有注册频道，
转入城市已废弃的广播回路。他不是要广播给谁听，而是要确认说话这件事本身是否还成立。他先将那盘冯叶萍的母带录入系统，那是城市沉默之前最后一段完整的夜播。然后是林映雪的录音，那段他深夜偷偷录制的话语没被任何系统批准，却从未失真。他坐在微型发射器前，开口说：“这里是无人回声电台，今晚我们播给没有听众的你。”他说这话时，耳边是彻骨的风声。他没有音乐，没有播音腔，只有从纸页上抄下的句子。他先读：有人说广播不再有用，因为没人听。但语言不是为了用途而存在，它是为了证明还有人活着。随后是删改语录中一段未曾公开的稿子：你知道我多想说你名字吗？可我每说一次就得删一次。他读得越来越快，像要抢在谁打断他之前把这些句子都送出去。他念：你小时候睡觉时说梦话，没人觉得那是错误，但你长大后说错话就成了风险。又念：语言不只是功能，它是你情绪的外壳，是你还没崩溃的证据。句子落下的声音在空塔中碰壁，像许多无人听见的钟声。他抽出那本沉默编年史，开始读第0页，那是他自己写的。我愿在没听众的夜晚把这些句子送出去，不是为了改变任何东西，而是让这些话不在纸上死去。他越读越慢，像是与空气对话。他翻到最后一页，写：若你听见，不必回应，只要你知道你听见了。这一夜，城市有些地方无声，也有些地方开始起风。乌鲁木齐西北林带里，护林员艾买提在临时小屋值夜。他打开坏了半年的收音机，想听听电波是否恢复，没想到忽然响起一段声音：如果没人听见你的声音也还存在吗？他以为是幻觉，抬头看看天，静默5分钟，才拿纸记下那段话。城郊废旧水厂的夜班保安李叔刚熬过3杯茶，手机没信号，他转头开了一台20年前的备用收音播放器。一个声音正慢慢说：请你记得，有人曾经为了一句话冒着失业的风险。他身子一震，放下杯子，在记录纸上写下凌晨3点15听见一个广播。城区旧图书馆管理员在值守楼顶自动风向仪时，忽然听见身后角落扬声器模糊播出一句：你还在吗？那是他30年前在学生广播剧中念过的台词。他没作声，缓缓走到角落，坐下听完整段录音。没人大声谈论，没人发圈转发。可就在那夜的城市里，有7处废弃终端重新亮起，10几人错把声音当风，却选择坐下倾听。李少明知道这些不会被系统承认，他却继续说下去。他说：语言的力量不在你说多响，而在它是否带着人的体温。他边说边念过去收集到的句子：我妈妈叫我小风头的时候，我知道她是爱我，可我长大后，他们说我不合适。他读：我不是要改变世界，我只是想告诉你，我没有学会沉默。凌晨3点27，他播放了一段私人录音，是一位早年被辞退的女播音员录给自己孩子的晚安稿。宝贝，如果哪天你找不到妈妈的声音，就把收音机打开，也许有风里会藏着一丝音节。这段录音从未播出，只被转录成磁带，藏在一个早就停电的儿童广播角落。现在它被播出了，哪怕无人听见。他最后读出那封信的结尾：如果你真的收到了，请不必告诉我，我只想你知道，我们都曾说过。此刻雪停了，城市边缘有一处老公交车报站系统忽然自主播放一句话：站点已过，
语言仍在。李少明缓缓合上设备，将最后一组录音带归入木盒中。他走入城市，像送走一场说完后的风。他不再寻找谁回应，因为他说过就够了。在他离开后，有一位听众在废弃贩卖机上贴下一张纸条，上写：昨晚有声音找过我，无人署名。风已停，城市的声音沉入地表深处。此刻你躺在床上，也许还留着一丝对白的余温。没关系，你不必回答，不必急着思考，就让刚才那些句子像夜里的落雪，慢慢堆在你心里，盖住今日的喧哗，记忆的缝隙，也盖住那些还未来得及说出口的柔软。你可能记得某一句话，也可能什么都没记住，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今晚，有声音为了你存在过。它不是为了被喜欢，不是为了被记录，只是为了陪你穿过这安静的一段路。如果你还没有入睡，那现在开始也可以慢慢睡了。呼吸放缓，思绪放轻，像收音机调到一个刚好能听见风声的频道。无论你在哪里，我都在这里。灯光慢慢暗下，世界也该静一静了。朋友们，晚安。